Hello， 大家好 ，Big Joe here。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关于职业发展、关于个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频道。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那就是硅谷的传奇人物 ，Facebook 前产品经理曲小英。大家好，我是小英，今天非常开心来到Joe的频道和大家交流。那曲小英在硅谷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那他有多传奇呢？我在这里简单列举出来。首先，他是 Facebook 极少的中国产品经理之一。第二，他是全球排名顶尖的斯坦福大学的 MBA 学生。第三，他还是斯坦福大学唱歌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还有自己的在线专栏和自己的畅销书。哒哒，就是这本书。硅谷产品就是由曲小英所撰写的一本畅销书。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呢，请他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中呢，我们今天会分几期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放送和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今天第一期呢，跟大家讲讲就是曲小英的人生心路历程。好，小英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大家好，我是在青岛出生的，然后呢，在青岛上的高中，然后来美国Pomona College 读的本科我学的是计算机和经济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呢，我就进入到了这个 Facebook 的Product Management Program 然后呢，在 Facebook 一待就是3年多吧然后呢，去年我去读了 Stanford MBA， 现在在 Stanford。好，这是一个非常酷的背景。那首先我想问问你的话，就当时你为什么选择来美国念大学呢？你是高中毕业来的对吧？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在青岛的同学可能更多的是硕士生去念，我还算比较早的本科去念。主要是当时我们有几个朋友，然后之前他去过美国读的本科，然后他们反映是早点来好像感觉挺好玩的，然后能够融入美国的生活更好。所以当时我也不是很懂，我们就申了好几十个学校，哪个排名高就去哪个了。然后当时 Pomona College 那年好像排名不错，我就直接就决定去了。所以当时也不是特别懂。简单介绍一下 Pomona College 是个什么样的学校？Pomona College 是一个文理学院，就是英文叫这个 Liberal Arts College。像希拉里在那个 Wellesley，还有比较好的 Williams、Amherst，还有 Pomona，这都是只有本科4年，然后呢学校比较小，我们一年只有400个学生。所以跟教授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大部分同学毕业之后呢，会很多从事科研工作呀，或者进 law school 所以像我这种商业的背景其实算蛮罕见的，因为大部分同学是学术背景。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好。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呢，其实我本来是不知道 Pomona College 的，是因为我认识了小英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学校这么牛叉。所以说怎么样这就是典型的怎么样呀，学校以你为荣的一个代表。好，那接下来想听听看你当时的这个专业选择，比如说你当时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以及这个对你后来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当时我一开始是想当律师的，所以之前先学的经济，本来还想学个什么政治之类的后来呢，在大2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特别的项目，可以让我去硅谷，有一个将近相当于1个学期的实习，就这一学期我不上课，我就去硅谷工作，这么一学期。那我当时去的公司叫 Atlassian，2013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也就是几百个人那样。在 To B 公司还是蛮有名的一家，在当时算是就是有点小名气，但是还没怎么起来。当然后来上市了，牛了但是当时我的体验非常好，然后让我意识到，可能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做 tech 相关的，我觉得会当律师或者做 consulting 之类的。我发现好像那个气氛的话是一种非常快速迭代然后对年轻人没有这种等级观念，我觉得很适合我。但是是做 marketing， 对，所以我体验很好。然后我就在那又待了1个暑假，待了将近9个月后来我就决定说，我想在硅谷长期的发展。那总是做 marketing 的话，我老是感觉好像使不上劲儿因为你 market 的东西你自己又没有决定权。那想有决定权的话，你只能当 PM， 但是又没有计算机背景。所以大3的时候，我就决定现学这个计算机专业。对，这样。所以你是愣是为了做这个
科技，然后在大3的时候，第3年才开始又学了一个 CS 专业，又学了一个 CS 专业，强。好，对。那后来有没有觉得什么困难？因为人家学4年，你学2年，一开始就学不懂啊。对，就是之前我觉得前几个课都没怎么考好吧，也不是特别懂，但是反正就硬着头皮上呗。然后就每学期上个3到4个什么编程课呀，可能当然就 party 可能就比以前少了，以前经常去，现在就大3大4可能去的少一些。但是后来反正学多了，也就大致懂那个意思，好像就开窍了。明白。也就后来可以适应。好，那就说说看你大学的毕业时候的选择，对吧？我知道你当时是被 MBA 录取了，然后呢也被 Facebook 录取了，也被一些咨询公司录取了。大概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说说看。当时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大3有个实习是在 Microsoft 做产品经理，所以那个实习呢，基本上好像大部分人都能得到 full time offer。所以我拿到了 full time offer， 那是8月份的时候吧。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申特别多的公司，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跟 Microsoft 相比，我还真的会认真考虑的公司。那就是 Google、Facebook， 然后麦肯锡、BCG，这4个公司。Google 好像第一轮就给我挂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是专门专攻这4家，Google、Facebook、麦肯锡、BCG。也不算专攻嘛，就是我就想，反正 Microsoft 也挺好的嘛，也不想花太多时间，那就申这4个。然后当时就除了 Google 没录，其他都是录了，都录了 Facebook、麦肯锡还有 BCG。那 Facebook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Facebook 这叫是一个 rotational PM 项目，就是说轮换制产品经理项目。那就是你刚去的时候呢，他会利用最短的时间，就是每半年换一个产品。明白。然后一共有3个产品，也就1年半的时间。然后快速培养你，然后呢之后你再选一个长期的项目。来做，那这是 Facebook 内部能够成为产品经理，就是能够很年轻就成为产品经理，基本是唯一的方式。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会专门讲这一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期节目。曲小英会跟我们详解关于这个 Facebook Rotational PM 项目的很多的细节。那么回到你的心路历程，那个时候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 offer， 没有去麦肯锡，没有去 BCG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 Microsoft？首先就是当时我可能主要考虑的就是麦肯锡，和 Facebook 该去哪个，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想去麦肯锡，那后来我就觉得第一嘛，就是我去他们这个麦肯锡的这个 Annual Weekend 去聊一聊，我就感觉这个文化上可能我个人有点天马行空，不太愿意守规矩，可能不是那么适合这种职业化的环境我可能更适合那种创意型的环境，所以这是第一个考虑吧，然后第二个当时也是聊了很多朋友，就是之前我一直觉得我要创业嘛，最终就是我现在也是觉得可能要创业，所以可能直接进入 Facebook 的话，对我将来创业比较有帮助，这可能是2个主要原因。明白。当时麦肯锡和 Facebook 这2个项目哪一个更竞争激烈一点？比如说他们分别在你们学校取了多少人？这个竞争激烈是这么界定的，因为就是 Facebook 每年录的少，然后当然深的也没有麦肯锡这么多，当年也不是产品经理没有现在这么火但是我觉得就是反正 Facebook 在我们那儿1个人进，我那年麦肯锡其实不只是1个，明白但是麦肯锡也非常难进，我们去年1个人都没有，我们学校，但我那年就是有好几个，对，你们有好几个，但是 Facebook 就1个。对，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了，就是其实竞争上难度来讲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可能竞争选上的人的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会有怎么样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方向，那你从此就走上产品经理的道路，就没有走上战略咨询的道路。对。那你走上产品经理道路，在 Facebook 做了3年，也比较成功，后来呢又去读了 MBA， 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因为这样的本科的大4的时候有个直接申请 MBA 的机会就是本科生其实可以直接申请 MBA， 大4的时候就可以申，然后Stanford 有这项目，对，当时我也就想说那就试试看，申不上也不要紧，就去工作呗。对，我这里稍微插入一下，就是一般本科生的毕业生项目有这么几个 Stanford Deferral Program、HBS 2+2， 然后 Yale 的 Silver Scholar 等等。好，继续。对，当时我就是只申了 Stanford，因为我觉得进不了的话也无所谓嘛，结果就很幸运的进了，所以本科一直到工作这3年，相当于拖了我14年进的。他这个 deferral program 可以 defer 多久啊？可以最多拖4年。拖4年。对，所以我拖了很长时间，然后 Stanford 就说那你不能再拖了，要不然来，要不然就别来了。那我想说那个时候正好，反正到 Facebook 感觉也待的时间挺久的了想换空气。本来是在想就是创业啊，或者是读 MBA 啊，或者是继续工作呀。当时也没想好要干嘛。他说那就先让 MBA 去了解
不同的行业啊，认识其他的朋友，可能帮我找方向了。不错，这是当时主要决定去的原因。好，那你在工作和学习以外，比如说你还去做这个专栏，还去出这本畅销书，来再来看一下这本书畅销书，以及呢你还是这个各种唱歌比赛的冠军，比如说斯坦福的这个唱歌比赛的冠军，说说看你的工作以外的生活。我比较喜欢玩，就是各种各样新鲜的事情我都喜欢尝试。当时写书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是当时国内知识网红什么特别火，我就想去了解这个知识网红在国内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所以我就看了一些产品，就是了解那个产品，但觉得好像也没了解出来个啥，好像觉得只有自己去看看才能知道这个是什么风格啊。对，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让我去给他们写专栏，那我想说也还好。他们跟我说要3个月写36篇文章。我想了半天，好像算还挺多字的。所以当时我后来决定做了，结果做了之后就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机会，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其他的所谓的知识网红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吧。然后音乐上是我一直都对音乐感兴趣。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呢，我去伯克利音乐学院念了一个暑假，学一些什么作曲啊、编曲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很最大的爱好，基本上。说起来你好像在 Facebook 做的产品跟音乐有点关系。对，我做过这么将近1年的音乐方向的产品经理，包括就是比如在 Facebook 上跟音乐人互动啊，以及在 Facebook 上可以在那个 Facebook Story 或者 Instagram Story 加音乐然后还有跟音乐公司就是探讨下一步我们怎么样合作呀。明白。这以前的这个音乐的兴趣反倒帮了我在工作上。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叫什么 connecting the dots， 对吧？很多时候你自己的爱好和你的职业逐渐呢，就冥冥之中就会有一个交汇点，然后在这个交汇点这个地方是你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力的一点，对吧？所以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想想看，你的职业发展以及你的个人兴趣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个交汇点呢？那个地方才就是你最有力量的一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给我们点赞，然后怎么样，请分享给其他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下一期呢，我会让徐小英跟我们分享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日常。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